我常说，人一生最昂贵的，不是那些你看得见的失败，而是那些你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犯的错。等你发现时，已经太迟了。如今我90多岁，再回头看，最让我感到惊讶的并不是世界有多复杂，而是人性始终如一。你给人再多知识，再多科技，再多便利，他仍然会在相同的地方跌倒，只差在跌倒的姿势不同而已。很多人问我，查理，要怎么让一生的积蓄足够撑到老？他们期待我给出一条神奇的秘诀，也许是一种高回报的投资法，也许是一个永远胜过市场的逻辑。但他们错了，我从来没有天才的方法，我只有一条终身受用的原则，而且这条原则乍听之下还有点无聊，那就是永远保留安全边际。听起来没什么力量，对吧？也不华丽，更不刺激。但每当我看到有人在市场里摔得粉碎时，我总会想起这句话：人们不是输在聪明不足，而是输在安全不足。他们把每一分钱都往前推，把每一种机会都当成命运的恩赐，把每一次上涨都当成世界对自己个性的奖赏。可是，我得告诉你，市场并不在乎你是谁，也不在乎你多努力，他只在乎你有没有准备好承受打击。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懂这个道理，那时候热情会使我冲动，自信会让我误以为自己能战胜风险，可风险并不会因为你升官就变得友善。真正的风险是那些你以为自己看得见，但其实根本没察觉的地方。它总是躲在阴影里，在你最满意、最松懈、最自以为安全的瞬间突然跳出来，夺走你所有的积蓄、计划，甚至睡眠。我一生见过的每一次市场崩盘，都像是同一部电影的重播。人们在高峰时疯狂，在低谷时恐慌，在顺境时自负，在逆境时绝望。他们活在情绪里，而不是逻辑里。可真正能让你活得长久的，不是那些让你热血沸腾的机会，而是那些让你睡得着觉的安全边际。我从不觉得安全是保守，相反，我认为安全是力量，是一种掌控，是你能够保持冷静，不被世界推着走的能力。我越活越久，越发现一件事：安全边际其实是一种对人性的观察，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保持敬意的态度。你要知道，积蓄这件事本质上不是金钱的问题，而是行为的问题。你可以努力赚钱，可以勤奋工作，可以聪明地做每一个判断，但如果你做不到守住安全边际，你终究会在毫无防备的时候输掉所有。我年轻时曾经见过一位律师，收入高，头脑好，自信满满。他深信自己能够抓住市场中的每一次机会。他把积蓄压在他认为稳赚不赔的项目上，甚至还借了些钱，觉得这是提升效率、放大实力的方式。结果市场一转向，他的资产像被台风吹走一样消失了。几年后，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。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：查理，我不是输在错误的投资，我是输在我的自负。那时我才真正明白，原来安全不是一个决策，而是一种性格；不是一次选择，而是一种习惯。而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，就是我比大多数人更早理解了这点。安全边际的存在是为了告诉你，你一定会犯错，你一定会看错，你一定会有判断失准的那一天。这不是悲观，而是现实。而安全边际就是你给自己留下的后路，是你让自己能够在错误发生时还能宽容自己，还能重新站起来的能力。我看过许多人，他们年轻时努力工作，中年时开始存钱，晚年却被一次市场波动、一场诱惑，或因为他们信任却错误的建议，毁掉多年积蓄。
他们不是没有智慧，而是不愿承认自己需要安全。他们把人生的继续交给了运气，而不是交给纪律。我不信运气，我信算术，我信纪律，我信人性，永远会犯错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，真正让你撑到老的不是回报率，而是安全边际；不是收益，而是你能承受多少损失；不是成就，而是你能避免多少灾难。当你理解这件事的那一天，你就会开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金钱、决策和人生。你会发现，你不需要赚得快，只需要赚得久；你不需要把握所有机会，只需要避免那些会毁掉你的；你不需要每天赢，只需要永远不输到退出游戏。我常说，我这一生的智慧都来自于少犯错，而不是多聪明。我没靠伟大的洞察赚钱，我只是靠避免愚蠢而活得更久。而安全边际就是你避免愚蠢的第一道防线。你若能理解这点，你的人生会平静许多。若你能做到这点，你的积蓄会比你想象的更坚韧、更长久。我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几个阶段，才彻底明白，安全不是让你变穷，它是让你避免变得真正穷困的唯一方式。你想让积蓄撑到老，只要记住这个原则就够了。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空间，让你能承受自己必然会犯的错。我常常想，世上有多少人是被自己的聪明毁掉的，而不是被愚蠢害死的。愚蠢的人偶尔会犯错，但自以为聪明的人会反复犯同一种错，直到积蓄、时间、生命力都被消耗殆尽。这些年，我见过太多成功人士，他们才华洋溢，工作努力，收入不错，但晚年却活得紧，张忧不安。他们不是输在市场，而是输在心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尤其是50岁、60岁这段时期，真正的危险不是市场波动，而是内心的躁动。当你累积了一定财富、一定阅历、一定地位，你会自然以为自己已经看透许多道理，甚至觉得有资格挑战市场、挑战风险、挑战命运。可是命运从来不和你谈资格。我一生见过最大规模的灾难，就来自这种我应该能掌握的幻觉。有一次在70年代，我看见一位50几岁的医生，他安稳赚了大半辈子，退休金规划的也不错，生活简单，家庭稳定，看起来什么都很顺。然而他心里一直有种不甘心，他觉得自己年轻时太保守，错过了许多翻倍机会。同龄人有人靠股票大赚一笔，有人靠地产富起来，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平庸。他说他想要一点迟来的胜利，于是他开始寻找机会，不是基于理解，而是基于焦虑。他被一位朋友影响，把大部分积蓄投入一个他完全不懂的产业，还用上了杠杆。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我，查理，我这次终于要抓住属于我的时代。可惜时代并没有意，勿要让你抓住它。1年后，那个产业崩盘，他退休金少了一半，情绪每天像坐电梯。他不是输给市场，他输给了自己那份不愿面对现实的心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只剩一句话：人一旦在晚年开始追逐青春遗憾，他就会输得像青年时那样狼狈。但没有青年时那样能重来的时间。我并不是责怪他，我理解那种被岁月压出的不甘，人群带来的比较，孤独激起的焦躁。可是真正让积蓄能撑到老的方式，从来不是追回遗憾，而是避免新的遗憾。你的积蓄不是用来补偿情绪的，它是用来守住尊严和生活品质的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你需要的是稳定，而不是刺激。
需要的是睡得着觉，而不是赢得掌声；需要的是心安，而不是心跳。许多人在晚年仍然希望能证明自己，这是一种危险的欲望。我年轻时也曾有过，可是我活得越久，越明白一件事：人生后半场，证明自己是最没有回报的投资。你已经不需要别人认可你的智慧，也不需要证明你比下一代更懂市场，市场不会给你颁奖，你的家人也不需要你冒险，他们需要的是你安稳地陪着他们，而不是在某个夜里捶着桌子，盯着亏损的数字发呆。我活到90多岁时，尖叫会我一件事情：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能抓住多少机会，而在于他能承受多少孤独，多少诱惑，以及多少不必要的喧嚣而不被带偏。我和巴菲特的成功，外界常常称赞我们聪明、远见、天才，可事实上，我们最大的优点是我们比任何人都更能忍受无聊。别误会，无聊不是缺乏行动，而是一种极高级的自律。因为无聊意味着你不会被短期的噪音影响，因为无聊意味着你能承受等待，因为无聊意味着你能长期做正确的事情，而不被新鲜的诱惑动摇。你要知道，任何能让你快速兴奋的东西，也能让你快速失望；任何能让你一夜之间赚钱的东西，也能让你一夜之间焦虑。到了一定年纪，这种刺激的代价比你想象的高多了。我见过太多老人，他们的身体其实还不算差，但心却早已被恐惧和贪婪折磨得失去了弹性。他们每天盯着市场波动，害怕通膨，害怕衰退，害怕错过机会，害怕选错投资。可怕的不是市场，而是他们把人生剩余的时间全浪费在恐惧里。我想告诉这些人的是，你不是在投资金钱，你是在拿生命做赌注。你用一小笔钱的上涨去换睡眠的品质，用一点点的收益去换数10天的焦躁，用一次看似聪明的决定换掉自己本该拥有的安稳晚年。这是一笔最糟糕的交换。你知道什么是老年人的真正财富吗？不是股票账面上的数字，也不是房子的价格，而是你醒来时能平静地喝一杯热茶，你晚上能安心入睡，不需要看盘到凌晨，你有足够的现金可以应付生活里的意外，你不需要讨好谁，也不需要羡慕谁，你能控制欲望，你能控制情绪，你能控制生活的节奏，这才是真正的富有。我一生最看不起的不是贫穷，而是不自知。有些人到了60岁，仍然以为世界欠他一个翻身机会；有些人到了70岁，仍然相信自己能比市场快一步；有些人到了80岁，还认为自己懂所有的风险。我只能说，那不是自信，那是一种老年的哀伤。人到晚年，最重要的不是赢，而是稳；不是更多，而是更少；不是拥有世界，而是拥有自己。真正能让积蓄撑到老的，不是投资技巧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承认一个真相：你已经不需要那么多，也承受不起那么多。当你懂得这点，你的人生就会像日落一样，越来越温柔，越来越安静，越来越有力量。而这就是安全边际的另一层意义。它不只是财务的缓冲，也是心灵的缓冲。它让你不必再和世界争，也不必再和自己争。你能放松，你能放下，你能放慢，那样的生活比任何投资都值得。我活了将近1个世纪，越是接近生命后段，我越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重量。那不是悲伤，也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逐渐沉淀下来的明白。人年轻时常常觉得世界巨大无比，人生永远有下一次机会。可当你走过许多弯路，送走许多朋友，亲眼看着一些人从巅峰跌到谷底，你就会慢慢明白，人生真正能承受的错误
其实少之又少。积蓄不会因为你努力一点、焦虑一点就变得更安全。事实上，焦虑才是最昂贵的成本，它会偷走你珍贵的注意力，破坏你的判断，让你在还能做对决定时，先做错了最致命的选择。我在许多公开场合都说过一句话：多数人不是被规法打败，而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。欲望在年轻时显得合理，因为年轻人还有时间犯蠢，但到了50、60岁，你已经没有那么多岁月可以浪费了。这时候的欲望不再是推动你成长的力量，而变成一只会悄悄啃食你积蓄的动物。它不会一次咬掉什么，而是慢慢啃，慢慢咬，慢慢让你失去判断力。我见过太多这种晚年欲望，有人想追回年轻时错过的暴力，有人想证明自己仍然敏锐，有人想让孩子看到自己的聪明，有人只是怕寂寞，于是用投资来填补孤独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投资不是治疗孤独的药，投资只会放大孤独。你越焦虑，市场就越残酷；你越急躁，机会就越远离你。我记得一位70岁的企业家，他退休后突然没了方向。他过去30年习惯每天做决策，处理危机，掌握资讯。退休让他从高空一下子落回地面，他受不了那种情境。他觉得自己还能发挥，还能赚，还能证明什么？于是他把投资当成新的战场，每天盯盘，分析数字，加入群组，寻找秘密内线。他以为自己仍然在做策略，其实他只是在用焦虑填补空白。结果2年后，他的账户只剩下原本的一半。他来找我，眼里带住疲惫。他说：“查理，我只是想找回价值感。”我说：“那你选错了地方，价值从来不在价格里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人最容易犯的错不是贪心，而是忘记自己的界限。你不再像20岁那样能熬夜研究，不再像30岁那样能承担亏损，不再像40岁那样能重新开始，也不需要再像50岁那样证明自己。可惜，多数人在晚年仍然用年轻时的方式生活，用中年时的方式思考，却忘了身体和时间已经走到了另一个阶段。我在60岁以后学会的一件事，就是把我想要改成我需要。年轻时，我会问自己我能赚多少；中年时，我会问自己我该做什么。但年纪越大，我越常问我是否真的需要这些。当你问我是否需要，而不是我是否能得到时，你的人生就开始真正不同。因为你会发现，多数让你跌倒的东西，并不是你拥有的太少，而是你追求的太多。人年纪大了，最大的危险不是资产太少，而是欲望太多。少一点欲望，你就会多一点余地，多一点余地，你的积蓄才有机会活得久。我和巴菲特从不迷信高回报，我们迷信的是涨寿，不是人的长寿，而是资产的长寿。一笔钱能活多久，比它能长多快更重要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就会开始懂得保护，而不是追逐，懂得减法，而不是加法。我认识一位朋友，他一辈子勤奋储蓄，到了退休年纪也算衣食无忧，但他心中一直有个阴影，他总觉得自己的钱不够。他不是真的缺钱，他缺的是安全感。为了那份安全感，他不断追求更多、更多、再更多。结果他越追，心越慌，钱越赚，睡得越差。他的人生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。有一天他问我：“查理，你觉得多少钱才算够？”我回答：“够，让你不再担心的那一刻就是够。”他愣住了，因为他突然明白，够不是数字，而是一种心态。你若不停止追逐，世界给你多少，你都会觉得不够。
你若能停止追逐，世界多走多少，你也不会觉得缺乏。这就是为什么安全边际不只是金钱的概念，而是生命的概念。它不只是为了让你的账户安全，也是为了让你的心能够放松。我常说，人老了以后，最该练习的不是投资技巧，而是放下技巧。不是学会更多，而是学会更少；不是抓紧，而是放松；不是扩张，而是收敛。真正能让你活到老，财富也活到老的，是节制与稳定，是理解与冷静，是那种面对诱惑时能够不为所动的力量。我一生里最欣赏的老人，不是那些还在追逐市场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坐在阳光下慢慢喝咖啡的人。他们的眼睛不再追逐价格，他们的心不再计较输赢。他们明白，人生的后半场不是竞赛，而是和自己对话。他们知道幸福不是从市场来的，而是从安静里长出来的。那些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。我常说，人活到某个年纪后，最难学的病不是新知识，而是忘掉那些让你焦虑、冲动、妄想的旧习惯。年轻的时候犯错是因为不懂，中年的时候犯错是因为心急，但老年的时候犯错往往是因为不肯改。而这些不肯改的习惯，最终会变成你财务上最大的敌人。我在接近70岁的时候，曾有一段很忙碌的时期，那时伯克希尔股东越来越多，媒体越来越热烈，投资世界对我们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。许多分析师记者，甚至普通投资人常常来问我各种问题，他们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秘密，一些他们可以写在笔记本上，贴在墙上，再贴在电脑桌面上的魔法咒语。我告诉他们，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就是永远不要让复杂的东西迷惑你。可是令人意外的是，大部分人听完后会露出失望的表情。他们想听到的是高深的策略、隐藏的机会，或是某种神秘公式。他们渴望刺激，渴望玄妙，渴望独门秘籍。可是我给他们的答案却是全世界最无聊的3个字：保持简单。我会看着他们皱眉，然后心里默默说一句：越是不能接受简单的人，越是无法守住他的财富。人类有一个永恒的弱点，就是喜欢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。复杂让人觉得自己聪明，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凡的事。可笑的是，真正能让你变富、变稳、变长久的，往往都是最简单、最乏味、最不起眼的事情。例如，你不借钱，你不碰自己不懂的东西，你不追逐快速获利，你不和愚蠢的人一起做任何计划，你保持充足的现金，你愿意耐心等待。这些原则简单到像是幼稚园老师讲的故事，可是我告诉你，越简单的东西人越难做到，因为简单需要克制，而克制比聪明难多了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迷恋过复杂，我看了许多书，听了许多讲座，研究了许多公式。我曾以为一定要比别人更深奥，才能比别人更成功。可后来我发现，那些深奥的逻辑通常只能解释过去，却无法保护未来。而那些复杂的策略，只要犯一次小错，就能把你的积蓄摧毁得前几斤。看看我一生接触过的那些破产案例，你会发现他自己户从不因为简单而失败。他们失败都是因为某个复杂的决策，某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建议，某个看似高级的数学模型。复杂让人失去警觉，复杂让人误以为风险被控制了，复古让人觉得自己比现实更聪明，而现实从来不屈服于你的聪明。我曾问一位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诈骗总是能成功吗？他说，因为人贪心。我说，不，因为诈骗永远披着复杂的外衣，越复杂，人越不敢承认自己不懂，越不懂，人越不敢质疑，
越不敢质疑，人越容易被骗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你必须懂得，简单不是幼稚，简单是成熟的结果。它是把你多年经验提炼后留下的核心，是剥去贪婪、恐惧、虚荣后剩下的本质，是人生的浓缩智慧。我越活越久，越能感受到简单带来的力量。简单的生活让你不必为了表面体面而付出无谓成本，简单的投资让你能睡得安稳，不必被价格牵住走，简单的人际关系让你不必被别人的愚蠢拖累，简单的欲望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人老了，世界的喧嚣仍然存在，但你已不必再回应所有声音。我认识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他曾是企业家，辉煌一时，朋友众多。他退休后搬到乡下，住在一栋普通的小房子，每天早上散步，下午写信，晚上听古典音乐。有一天我问他，你为什么选择这么简单？他微笑说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复杂是为了取悦别人，简单才是为了成全自己。那句话像在我心里刻下了一道印记。你想让继续撑到老，你首先必须学会停止讨好，停止讨好市场，停止讨好潮流，停止讨好你的比较心，因为讨好是一种成本，而老年人的资源包含金钱、时间、体力、情绪，都已经不容浪费。你越复杂，你越容易失控；你越简单，你越容易长久。这是我在99年人生中得到的结论。它乍看平凡，但它本质上是保护你一生的盾牌。如果你能在50、60岁后做到简化，那你已经比90%的人更接近财务自由。因为财务自由不是赚多少，而是你能不能在简单的节奏里不慌不忙的生活。你不需要跟世界竞争，你只需要让自己的步伐变得柔和、稳定、有余地。你不必参加每一轮狂热，也不必抓住每一次机会，你只需要让自己永远不至于陷入没有退路的境地。简单不是退缩，它是一种选择，一种成熟的勇气。当你把人生简化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积蓄自然会变得更耐用，心情自然会变得更平静，生活自然会变得更有余力，而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真正安全。我一生都在强调一个观念，避免愚蠢胜过追求聪明。人们总是拼命想变得更聪明，却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也会愚蠢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真正毁掉一个人的不是他缺乏智慧，而是他拒绝看见自己的盲点。我曾在许多地方说过一句话，我这辈子能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我特别聪明，而是因为我能承认自己愚蠢。这句话看似幽默，其实是非常严肃的真理。一个人若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无知，那他就会不停地向市场、向命运，甚至向自己证明他懂得比别人多一些。而这种需要证明自己的冲动，正是晚年积蓄最致命的敌人。我常常看见一些人在50岁、60岁后忽然变得积极，他们会说，这辈子我为家人付出够多了，现在轮到我给自己一场漂亮的胜利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动人，但我心里总会浮现一句警语：需求感越强烈，判断力就越薄弱。人不是输在投资，而是输在情绪需要某些结果。我认识一位60多岁的女士，她一生非常勤奋，靠着节俭和努力存下不小的一笔积蓄。理论上，她完全可以过一个安稳的退休生活。然而她心中有一个结，她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没赢过什么。于是她开始追逐那些承诺高报酬的产品，她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补偿内心的缺口。结果3年不到，她把20年的积蓄赔掉了一半。
他痛哭着说：“查理，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也能成功一次。”我回答他：“你要证明的不是成功，而是你值得被世界看见。可是世界的关注和市场的回报从来不是同一件事。人到晚年，若心中还有许多未完成的渴望，那些渴望会变得比年轻时更强烈、更倔强、更不讲道理。而投资是最不能掺杂渴望的地方。我越活越久，越觉得人生最该练习的一件事，就是放下那个永远不满足的自己。因为那个不满足的你，会永远相信下一个投资、下一个机会、下一次下注能弥补所有遗憾。可是人生不是赌桌，市场也不是治愈情绪的工具。你越想弥补，它就越会让你失去。我常回想起大萧条年代，那时我还小，每天看到街上一群成年人排队领面包。那些人里有企业家，有曾经穿着体面西装的主管，有银行职员。他们并不是愚蠢，他们只是把太多希望寄托在太少的安全上。那段日子刻在我的骨头里，我明白了一件事：不要把人生的稳定寄托在你无法控制的东西上。你不能控制市场，你不能控制利率，你不能控制景气，你更不能控制命运会不会突然给你一记耳光。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你自己。你能控制你的欲望、你的情绪、你的风险、你的步伐，而安全边际就是你给自己留的生存空间。我90多岁仍然能心情平和地读书、散步、思考，并不是因为我赚的比别人多，而是因为我犯的致命错误比别人少。我没有追逐所有机会，也没有参与所有狂热，我只是确保自己永远有退路。我在看这市场狂涨时保持冷静，在看人们恐慌时保持耐心，在看机会诱惑我时保持距离。你以为这很容易吗？不，这是人类最难做到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基因要我们兴奋，要我们急躁，要我们比较，要我们冲动。但财富的成长需要的是完全相反的特质。我越老越觉得真正的成熟不是增加能力，而是减少弱点。你能少一份贪婪，你就能多一份安全；你能少一份恐惧，你就能多一份自由；你能少一份比较，你就能多一份心安。许多人在60岁后仍然输得惨烈，不是因为市场坏，而是因为他们仍然被年轻时的骄傲绑住。他们以为自己看懂了世界，却忘了世界从不按照你的理解运行。晚年最需要的不是聪明，而是谦卑。谦卑不是自我贬低，而是知道自己不能控制一切。谦卑不是放弃，而是承认自己的极限，然后从极限内寻找稳定。你想让积蓄撑到老，那你必须明白一个事实：老年不是拼搏的时候，是收敛的时候。老年不是追逐的阶段，是守护的阶段。老年不需要胜利，需要的是不败。我这一生养成的最好习惯，就是永远假设自己会犯错。这让我保持谦卑，也让我保持安全。当你能承认自己会犯错，你就会花更少的钱去冒险，留更多的现金去应对意外，做更简单的选择，并且更少被情绪操控。人不是靠天才活到老的，人是靠觉悟活到老的。我只是比别人早一些明白这件事。人在年轻时总以为人生的成就取决于做对多少事情，可等你走到60岁、70岁，你会慢慢发现，真正决定你晚年生活品质的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你避免做错了什么。错误的破坏力永远大于成功的建设力。一笔大的亏损，一次下错的赌注，一场盲目的追逐，都足以摧毁你一辈子的积蓄，甚至摧毁你对自己的信心。而我这一生最感激的，就是我比别人更早明白这件事。我常说，
人生就像投资组合，年轻时是加仓，年老时是减仓。不只是金钱上的减仓，更是情绪上的减仓，关系上的减仓，欲望上的减仓。你愿意在老年减掉多少负担，就能在晚年换来多少平静。许多人到了60岁、70岁仍然搞不清楚，他们以为变老就是要更努力地追上世界。他们学加密货币，跟风 AI 餐加投资群组，每天研究市场动向。他们以为这样叫做跟上时代。可我心里常常想，你追不上时代，也不需要追上，因为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速度，而是安全。60岁以后，你最大的资产不是眼前的报酬，而是未来的稳定；不是市场的行情，而是你能不能睡得着觉。我见过太多老人，本来有足够的钱过好日子，但晚年却活得比年轻时更紧张。他们不是缺钱，而是缺方向；不是缺能力，而是缺界限。有些人在晚年突然想再判一次，他们以为那叫勇气，我说那叫幻觉。我看过太多这种幻觉，他们的结局都相似：失去积蓄，失去平静，甚至失去尊严。你要明白，人到了某个年龄，最大的挑战不再是赚多少，而是能不能守住自己，不要被欲望拖着走。人生就像一艘船，年轻时你可以加帆加速，迎风前行，可年纪大了，真正的智慧不是继续加速，而是确保船底不要破洞。你跌一次，可能一辈子都补不回来。我曾遇见一位70多岁的工程师，他一辈子踏实工作，退休时有相当可观的积蓄。本来他的老年生活可以非常安稳，但他有一个弱点，他觉得自己比市场上的人聪明。于是他开始研究复杂的投资策略，学期权，学杠杆，学衍生性商品。他觉得这是挑战自己。我对他说，你不是在挑战自己，你是在挑战时间。结果1年不到，他被爆仓3次，退休金蒸发了2/3。他时来坐在我面前，沉默地说，查理，我以为我老了会更聪明。我回答他，人老了并不会变聪明，只会变成原本性格的放大版。如果你年轻时冲动，老了会更冲动；如果你年轻时贪心，老了会更贪心；如果你年轻时容易被情绪带住走，老了会更失控。所以我常说，老年需要的不是野心，而是纪律；不是挑战极限，而是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这是一种看似不起眼，却能保护你一生的智慧。我越活越长久，越能体会到安定这个词的重量。年轻时你以为安定是无聊，是没有野心，是不思进取。可当你走过人生许多阶段，你会慢慢发现，安定是一种力量，是一种在动荡中仍能保持清醒的能力。安定不是停止，而是不被世界推着跑。安定不是无畏，而是从容，选择什么值得我动，什么不值得。安定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深刻的自知之明。我常看见很多退休人士为了追求多一点的收益，牺牲了整个生活的安定。他们每天焦虑，每天盯盘，每天担心市场。他们的生活像被收进一个震动的盒子里，永远找不到平静。可这样的生活比亏钱更可怕。到60岁以后，你的财富不再是数字，而是你的心能否保持静定。你是否还能欣赏一杯温热的茶，一段安静的午后，一场不被打扰的散步？你是否还能在混乱中保持方向，而不是被潮流卷走？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真实富足。我看过2种老人，一种老人账户里有很多钱，但睡不好，吃不好，心里不安，一天到晚活在价格里。另一种老人账户里不见得最富有，但内心安稳，节奏缓慢，
喜欢简单的生活，对世界没有太多期望，也不再跟别人比较。你猜哪一种老人比较幸福？答案太明显了，幸福不是来自拥有，而是来自不再害怕失去。到60岁、70岁，你最重要的能力不是赚钱，而是不让自己的欲望操纵人生；不是抓住更多机会，而是避免毁掉你的选择；不是证明什么，而是保持足够的空间，让自己能承受错误。老年生活的关键不是胜利，而是长久；不是速度，而是方向；不是刺激，而是安定。而安定永远来自一条原则：永远留有余地。给你的钱留余地，给你的心留余地，给你的生活留余地，你才有资格说自己真正安全。在人生的后半场，你会慢慢发现，许多你曾经深信不疑的东西，原来没那么重要，而许多你早年忽略，甚至觉得无聊的道理，反而成了最可靠的支柱。例如稳定，例如节制，例如耐心，例如不动。年轻人讨厌这些词，他们觉得这些是束缚，是保守，是落伍的象征。可人生走得越久，你越会明白，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，不是激情，不是刺激，不是速度，而是那种让你每天都能安心入睡的稳定节奏。我晚年最常对年轻分析师说的一句话是：人生的胜利不是跑最快，而是能不能跑到终点。可是人类天生不喜欢这句话。我在99年的生命里，看过太多人急着证明自己，急着抓住所有机会，急着跳跃式成长，结果他们花了大半生忙着追逐风口，却连一次安稳的睡眠都换不到。真正有智慧的人会问另外一个问题：我能不能活得久？不是时间上的久，而是状态上的久，心态上的久，财务上的久。你要明白，财富不是靠爆发式成长累积的，而是靠不断地、不被打断地、持续地累积。而什么会打断你？恐惧会，贪婪会，冲动会，比较会，愚蠢的朋友会，错误的建议会，复杂的投资会，你自己也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生都努力避免那些可能让我跌倒的事。很少人知道，不跌倒比跑得快重要得多。一个人跌一次，可能10年爬不回来；跌2次，他的人生就永远变形了。而我见过很多人在50岁、60岁后跌倒，那种跌倒的痛苦比年轻时深100倍，因为年轻时有时间弥补，可年老时错误就变成了永久的。有一次，一位65岁的退休男子来找我，他的收入稳定，存款充足，退休金也算优渥，但是他看起来比许多破产者焦虑。他坐下来几后第一句话就问我：查理，我怎么才能不再害怕钱不够？我看着他沉默了很久，因为我知道他真正害怕的不是钱，而是没有控制感，没有掌握感，没有方向感。我告诉他，你不是缺钱，你是缺一个界限。你需要知道什么是你真正的需求，什么是别人塞给你的欲望。他愣住了，像是第一次有人把他的焦虑说得这么准确。我接着说，再多的钱都无法填补你心里那个没有界限的黑洞。你若不知道什么是够，世界就永远会告诉你不够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我看着他，就像看见无数在晚年失去方向的男人一样。他们不是输在现实，而是输在感觉；不是输在财务，而是输在想象；不是输在匮乏，而是输在恐惧。人到晚年，其实有3种恐惧最常见。第一种是怕钱不够，第2种是怕被世界遗忘，第3种是怕自己不再重要。而这3种恐惧都会驱动人做出最愚蠢的财务决策。为了怕钱不够，他们追求高报酬，
为了怕被遗忘，他们追逐潮流；为了怕自己不重要，他们去证明自己还能赢。可讽刺的是，这3件事会刚好让人陷得更深、更乱、更痛苦。我告诉那位男子，你想要撑到老，你要管好你的恐惧，而不是你的钱。这句话他一开始听不懂，但几周后他写信告诉我，他终于明白了。因为当他开始冷静整理需求，简化生活，减少风险，降低噪音后，他突然发现自己人生第一次能真正安心睡觉。你看，幸福不是靠更多，而是靠减法，减掉噪音，减掉欲望，减掉冲动，减掉比较。我越活越久，越觉得人老后最大的奢侈品不是豪宅，不是旅行，不是昂贵的保险，而是心里干净。干净是一种什么感觉？是你不欠别人的期待，是不再需要向谁证明价值，是不需要每天盯着价格涨跌，是不害怕自己会落后，是不再活在比较里。干净是一种自由，而自由是所有财富里最稀缺的一种。我常常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我什么都失去，我是否仍然能保持清醒？如果市场明天崩盘，我是否仍然能安稳入睡？如果世界不再给我掌声，我是否仍然能喜欢自己？这3个问题，每一个都比我要投资哪里更重要。因为当你能够回答可以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已经不再被金钱控制。而当金钱无法控制你，它自然也无法摧毁你。我想告诉所有走到人生后半段的人，你不必再追逐世界，你只需要不被世界拖着走。你不需要急于变得更富有，你只需要确保自己不会因为一次愚蠢而失去所有。你不需要每年都打败市场，你只需要让自己留在这个游戏里。你不需要成为谁，你只需要成为能够安稳生活的自己。人生后半场最美好的事情，不是财富，而是安心。最珍贵的能力，不是精准，而是稳定。最值得追求的，不是速度，而是方向。而方向永远来自于你选择避开什么，而不是你追求什么。我常常想，人类最难对抗的，不是市场的波动，也不是世界的变化，而是自己心里那个永远不肯安静下来的声音。它会告诉你，你可以更好，你应该更快，你不能落后。而这些声音，在你年轻时可能推动你进步，到了晚年，却往往把你推向悬崖。我活到90多岁，看过太多生命的起伏，财富的潮起潮落。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，人到了某个年纪，一切的焦虑本质上都来自比较。你比较别人的房子，别人的投资报酬，别人的事业成绩，别人的生活方式，你越比较，就越觉得自己不够，越觉得自己不够，就越容易被诱惑击倒。可是比较有一个残酷的地方，它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。你以为你只要比1-2个人过得更好，就能安心，但当你达到那个程度后，你会发现还有更多人比你更富有，更聪明，更幸运。于是你开始奔跑，而奔跑只会带来更多恐惧。有一次，有个72岁的老先生来找我，他的退休生活其实非常稳定，收入够用，孩子体贴，房子无贷款，积蓄也算充足。然而他却每天活得焦虑，他总觉得这样还不够。我问他，你觉得什么叫足够？他想了很久，最后说，比我朋友多就够了。我笑了，不是嘲笑，而是感慨。我对他说，如果你的标准是别人，那你永远不会富足。他沉默了很久，后来眼眶有些红。他说，他花一辈子努力赚钱，却从没学会如何让自己停止比较。这种情况我太熟悉。
那不仅仅是老年人的困境，而是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。你能不能只与昨天的自己比较，而不是与别人的今天比较？如果你做到了，你的积蓄就能撑得更久；如果你做不到，你再多的钱也会被焦虑消耗殆尽。我晚年常反复思考一件事：人生最难的不是赚钱，而是知足；不是投资，而是自律；不是变强，而是保持清醒。清醒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？不是你永远不犯错，而是你能看穿自己何时最容易犯错。比如在你觉得自己必须追上别人的时候，比如在你觉得不做点什么就会落后的时候，比如在你觉得我应该比现在更成功的时候。这些情绪若不被看穿，就会促使你做下最危险的决定。我曾遇到一位非常聪明的老人，他70岁时还在做各种冒险性投资。他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年轻人更有智慧，证明自己还行。可是市场不会因为你想证明什么就给你更多温柔，反而他会利用你的情绪，让你走向最痛的地方。当他一笔投资大幅亏损时，他才终于崩溃。他问我：查理，我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愚蠢？我回答他：不是你变愚蠢了，而是你忘了自己已经不再年轻。这句话听起来残酷，但却是我最真心的忠告。你要明白，年龄不是身体的限制，而是风险的限制。年龄越大，你承受错误的能力越低，能力越低，你越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追逐刺激。老年最大的智慧就是接受自己必须慢下来。有人说：查理，慢下来会不会就落后？我总回答：落后又怎样？你现在需要的是长寿，而不是速度。长寿不只是活得久，而是人生和财富能够稳定地陪伴你，而不是半路崩盘。你想想看，一辆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，很快就会耗尽汽油，损耗零件。但一辆行驶平稳的车虽然不快，却能走得更远。人生到后半场比的是距离，不是时速。你要能够防止意外，承受震荡，抵抗诱惑，保持方向。而这些能力都不是快能做到的，而是慢能做到的。慢让你有余裕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正确的选择让你活得长久。我一直认为，老年最大的破产不是金钱破产，而是心态破产。心态破产的人会因为别人的成功而焦虑，因为短暂的市场波动而恐慌，因为一点风险而做出极端决定，因为孤独而误把投资当作陪伴。这些比钱不够可怕得多。你真正要守住的不是你的资产，而是你的内在节奏。当你能慢下来，你就不再被世界推着跑。当你不再被推着跑，你就开始掌握自己的人生。这种掌握会让你的积蓄变得更耐用，你的判断更稳健，你的生活更自在。我晚年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你不需要再赢，你只需要确保自己不会输。这不是悲观，而是一种成熟的乐观。成熟的人知道世界不可控，所以会为自己留余地。成熟的人知道欲望无穷，所以会限制自己。成熟的人知道人性脆弱，所以会保持距离。当你能这样活，你就会像一棵老树，不会再长得多快，但会越站越稳。不会像年轻树那样弯来弯去，而是直直的踏实地立在那里。风吹过，你仍然站着；雨打过，你依然挺住。人生后半场，最了不起的不是你能做多少，而是你能稳多久。而稳久了，你自然就会赢。我越活越久，越能确定一件事：人生真正的成熟，不是你学会了多少，而是你放下了多少。年轻时，你用加法累积学识，累积经验，累积成就。可到了老年，你会明白，
加法让你变强，减法才让你变得自由。我见过太多人到了60岁还活得像30岁，忙着抓住所有可能，忙着证明自己还年轻，忙着填满时间，填满日程，填满空洞。但你要知道，人的一生并不是越充实越好，而是越清晰越好。越清晰，你越知道什么该留，什么该放。越清晰，你越不被诱惑拉走。越清晰，你越能保护自己。而清晰的第一步，就是承认你的时间有限，你的精力有限，你的余生更有限。人到晚年，如果还想靠用力活着，那只会越用力越痛苦。真正的智慧是把力气花在最值得的地方，而不是到处分散。我认识一位80岁的老教授，他一辈子学问渊博，学生遍布世界。他曾经非常忙，每天有写不完的文章，开不完的会议，指导不完的学生。退休后，他却突然变得非常安静。我问他：你怎么突然慢下来了？他笑着说：我不再需要向世界证明什么了。那你需要什么？需要把自己照顾好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包含了一辈子的智者风骨。人年轻时对世界有许多期待，人年老时对世界只需要一点平静。你看，当你不再急着向世界索取时，你才有余裕看见生活真正的重量。不是市场的波动，也不是经济的走向，而是你每天的呼吸，你的步伐，你的身体，你的心情。晚年的幸福不在于钱够不够，而在于你安不安。我一直深信，一个人晚年的命运不是由他拥有多少财富决定，而是由他的习惯决定。什么习惯？保持简单的习惯，留有余裕的习惯，不做不懂之事的习惯，不与愚蠢为伍的习惯，最重要的是不急的习惯。急几乎毁掉所有人，急着证明，急着赚钱，急着抓住机会，急着不被落下。可晚年的节奏本来就该慢，你的身体变慢了，你的恢复速度变慢了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变慢了，你的财富运作也必须跟着变慢。有人问我，慢是不是等于输？我说，对年轻人是，但对60岁以后的人，不慢才是输。因为慢是稳定的一部分，稳定是长寿的一部分，而长寿是财富真正的秘密。你能活得够久，就能看见复利为你工作；你能让资产活得够久，就能看见时间为你建造堡垒。但如果你心太急，你就会企图在几年内做出10年的成果，企图让钱跑得比时间还快，企图抓到一些你根本看不懂的机会。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在投资，而是在赌命。我遇过一位68岁的女士，她说她一直后悔自己年轻时没投资科技股，于是她退休后拼命补课，恐惧自己再错过一次机会。结果她在一个科技泡沫里损失了近40年的积蓄。她哭着问我，扎里，我是不是太笨？我说，不，你只是太急了。机会让你把所有复杂都误以为是机会，机会让你把所有承诺都误以为是保障，急会让你把所有故事都误以为是真相。而市场最擅长的一件事，就是利用人的急躁。我一直相信，如果你能学会不急，你就已经比世界上大多数人更接近真正的安全。不急的人会看得更远，不急的人会站得更稳，不急的人会保持清醒，不急的人会多一层余裕。余裕就是安全，余裕就是尊严，余裕就是富足。有人问我，扎里晚年最该追求的是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回答：节奏。不是市场的节奏，而是你自己的节奏。你要走得够慢，才能不被世界牵住跑；走得够稳，才能让剩下的人生不至于跌倒；
走得够柔和，才能感受到平静正在向你靠近。有时候我会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的阳光洒在地上，那一刻我并不会想市场，也不会想收益，更不会想错过的机会。我只会想，一个人能坐得住就是一种幸福。到了人生后半场，你最需要的不是新知识、新机会、新挑战，而是新的心境。你越能静，世界就越不能动摇你；你越能慢，生活就越能照顾你；你越能稳，你的积蓄就越能陪着你走到最后。而这些加起来，就是一个老人真正的安全原则。人走到晚年，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我还能多赚多少，而是我还能承受多少错误。这听起来冷冰冰的，但它是晚年财务安全的核心。你年轻时做错一件事，还有时间弥补；你40岁做错一件事，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你60岁、70岁做错一件事，代价往往不是金钱，而是整个余生。很多人抗拒承认这一点，因为它听起来像是命运在限制人。可如果你能接受这个现实，你就会理解老年真正的智慧。不要为了短暂的刺激破坏长远的安全。我和巴菲特一辈子都在做很慢、很无聊、很稳定的事情，外界以为那是天才，其实不过是自知之明。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市场的主人，我们知道人性会犯蠢，我们知道自己无法承受大错，于是我们选择少做，选择简单，选择不急，选择等待。等那些危险的诱惑过去，等那些情绪的风暴平息，等那些狂热的人群冷静下来。在这个时代，愿意等待的人比愿意冒险的人更稀少，而那些愿意等待的人比愿意冒险的人更常活下来。人到晚年，最大的挑战不是贫穷，也不是疾病，而是不肯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。你用年轻时的方式赚钱，用中年时的方式生活，用过去几十年的性格去应对新的风险。可是你的身体变了，你的时间变了，你的余地变了。如果你不愿意改变思维，你就会被现实教育；如果你不肯重新设定界限，你就会被市场惩罚。我认识一位75岁的银行高管，他退休后仍习惯用年轻时的方式投资，重压、快速、依赖消息、热爱刺激。可是他忘了，他已经没办法承受那些突如其来的下跌了。结果1年内，他的退休金几乎蒸发一半。他来找我时，整个人像被挤钱一样。他说：“查理，以前这些招式都很有效。”我回答：“你的身体、年龄和心态都不再允许你玩那种游戏了。”我接着说：“你不是输在市场，你是输在拒绝承认自己已经老了。”这句话让他闭上眼睛，沉默了很久。很多人以为承认自己老了是一种失败，可在我看来，那是一种最伟大的成熟。当你承认你的节奏必须放慢，你就开始懂得保护自己；当你承认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下降，你就开始懂得留后路；当你承认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，你就开始真正享受人生。老年最大的自由就是不必再跟谁竞争。有一次，我对一群退休人士说：“你们的任务不是追逐，而是减少可能毁掉你们生活的因素。”这句话让很多人皱眉，因为他们以为退休后应该享受人生，追求机会，抓住所谓的第二春。但我心里清楚，第二春不是靠冒险得到，而是靠判断力保留下来。你要明白，老年的人生像是一座已经建好的房子，你不需要再加盖什么华丽的楼层，你只需要确保地基稳固，墙壁牢靠，屋顶不会被暴风雨掀开。可是很多人却偏偏在这时候想要加盖阳台，打通墙壁，装饰屋顶，
甚至凿出一个大窗给外面的人看，他们以为这叫活得精彩。我说那叫把房子弄得危险。你想让继续撑到最后，你必须从增加转向保护，从追求更多转向避免致命错误，从扩张转向守住基础。这不是保守，而是清醒；不是退缩，而是一种成熟的策略。我常告诉晚年朋友，你们不需要任何会让你心跳加速的机会，因为心跳加速意味着你被情绪牵住走，情绪牵住走意味着你已经失去判断，而失去判断就是危险的开始。你真正需要的是那些让你睡得着的选择，你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就算市场明天休市，你也不会恐慌的安排。你真正需要的是那些不会让你未来后悔的决定。你看，老年人的财务自由不是有多少钱，而是每天醒来时你能不能安心。安心不是市场给的，是你自己给的，是你选择少冒险、少复杂、少比较、少冲动，是你给人生留余地，给资产留缓冲，给自己留退路。我越活越久，越明白一种道理：伟大的选择大多是无聊的，危险的选择大多是兴奋的。无聊让你稳定，兴奋让你失控。你如果在60岁后还在寻找兴奋，那么你的积蓄就会被你的刺激感吞噬。你如果在60岁后能接受无聊，那么你的晚年就会变得温柔而漫长。真正的幸福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，是那些你以为平淡却再也买不回来的安定。老年不是搏杀，是守护；老年不是速度，是方向；老年不是爆发，是持久。而持久本质上是一种深厚的智慧，一种能让你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依然保持 dignity、calm 和 clarity 的力量。到了人生后半段，你会慢慢发现，真正让人痛苦的不是失去多少钱，而是失去控制感。人年轻的时候以为控制意味着力量，可等你老了，你才明白，控制意味着心安。你能控制支出，你就不会被生活压垮；你能控制欲望，你就不会被市场牵住走；你能控制情绪，你就不会因为一时冲动而摧毁多年的积累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你越能控制自己，你越不会被世界推来推去。我看过许多老人，他们并不是被市场打败，而是被自己的恐惧推住走，被别人的建议推住走，被各种噪音推住走。他们的选择不是基于理解，而是基于害怕错过。可你要知道，害怕错过是市场最危险的病毒，它会让你在错误的时间进场，在错误的地方下注，在错误的人身上给予信任。我曾对一位70岁的朋友说，你不需要赶路，你只需要别迷路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点头。他说，他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这句话的重量。人到60、70岁，身体开始提醒你，你不是年轻人了。但人最慢老去的不是身体，而是心。心若还像30岁那样思考、比较、冲动，那么不管你多有钱，你都会被生活拖着走。我活了99年，越来越相信一件事：老年的财富来自于新的退火。什么叫退火？退掉那些过度的希望，退掉那些多余的支柱，退掉那些不需要的比较，退掉那些毫无意义的恐惧。退得越多，心越柔软，心越柔软，你越能扛住人生的重量。我遇过太多年纪大却心境不成熟的人，他们把老年的生活过成了青春期，充满焦虑，充满不安，充满没必要的期待。他们想抓住世界，但世界正大步向前。他们想证明自己，但自己已不再需要证明。我常说，
老年真正的修行是减少期待，期待越少，你越不会失望，失望越少，你越不会焦虑，焦虑越少，你越不会做下破坏性的决定。而这些都是让你的继续能撑得更久的关键。我年轻时不理解为什么长者喜欢重复故事，可等我老了，我才明白，那些故事不是用来告诉别人，而是用来提醒自己。老年最需要的不是新鲜，而是提醒。提醒自己不要急，提醒自己不要贪，提醒自己不要怕，提醒自己不要和愚蠢为伍。因为这些情绪若不被提醒，他们就会悄悄吞噬你的安全边际。我常常告诉别人，你不可能一辈子聪明，但你可以一辈子不犯大错。这一句话是我晚年最珍贵的智慧。我不是天才，我只是懂得避开那些毁掉我的事情。而老年人的任务就是把人生清单从要做什么换成不要做什么。少做错误的事情比多做聪明的事情更重要，因为错误的影响是永久的，而聪明的效果是短暂的。我曾遇到一位退休后仍然非常勤奋的女士，她每天研究经济走势，读财经新闻，参加投资讲座。我问她，你这么努力是想达成什么？她说，我想让退休金涨得更快。我问她，你的退休金够你过稳定生活吗？她说，其实够。我问，那你为何还这么焦虑？她沉默了许久，最后说，因为我怕落后。这句话揭示了老年人的另一种困境，他们不是害怕贫穷，而是害怕停下来。可人生走到后半段，你不需要再奔跑，你需要的是稳稳站立。当你站稳了，你自然不会跌倒。当你不再跌倒，时间就会开始站在你这边。我看着那位女士对她说，你想让退休金涨得更快，那你就更需要不要乱动。她先是皱眉，后来慢慢笑了。她说，查理，你的话总是反直觉，但越想越对，这就是人性。我们往往以为多做代表努力，但晚年往往需要的是少做，因为少做才能让你看清楚自己真正要保护的是什么。你可能非问我，查理，什么是老年最该保护的？管道之管训，我会回答你3样东西。第一是你的睡眠，第二是你的心安，第三是你的自由。你要知道，睡眠比收益更重要，心安比报酬更珍贵，自由比财富更稀罕。当你为着追逐高回报失眠时，你已经输了；当你为了跟上市场焦虑时，你已经输了；当你为了比较而失去自由时，你更是彻底输了。老年真正的胜利是能每天安然醒来，而不是每天盯着数字跳动。我年轻时以为成功是一种累积，晚年才知道成功是一种剥落，剥落掉虚伪，剥落掉恐惧，剥落掉欲望，剥落掉比较，剥到最后，你只留下真正重要的平静、清醒、适度的财富，以及能照顾自己的能力，这就足够了。人到了晚年，总会有一种微妙的醒悟，你突然发现人生里那些曾经令你焦虑的事，原来并不是因为它们重要，而是因为当时的你太在意。而那些你以为可以晚点再学会，晚点再接受的道理，最后都会在某一天悄悄回头找你。60岁以后，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知识、更多技巧、更多策略，而是更能看清自己、看懂生活、看淡得失的能力。我越活越久，越觉得人生最深的智慧不在于获得多少，而在于减少多少。减少什么？减少冲动，减少欲望，减少比较，减少那些会偷走你晚年安稳的念头。我曾遇过一位70出头的老工程师，他退休后仍然习惯每天追新闻、盯市场、计算趋势，
他说这是为了保持头脑清晰，但当我看着他，看到的确是一种深深的焦虑。我问他，你这样忙是因为喜欢，还是因为害怕？他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，说，我怕一停下来就跟不上世界。我说，如果你60岁还在追着世界跑，那不是世界太快，而是你心太乱。老人常常以为自己是在坚持，其实是在逃避安静。安静会让你听见心底的空洞，空洞会让你不安，不安会变成乱动，乱动会变成错误，错误会吞掉你一辈子的积蓄。所以我常说，老年人最该学习的不是如何做更多事，而是如何少做一些事，少做一些不必要的选择，少做一些不能理解的投资，少做一些迎合他人的举动，少做一些让心烦躁的活动。当你少做，你才有余裕看清楚什么真正重要。我有一位90多岁的朋友，他精神矍铄，生活有节奏。和许多财富榜大的老人相比，他的生活简朴得像一杯白水。我问他，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？他笑着说，我小事不烦，大事不急，人生不比较。他不急着抓机会，也不怕错过潮流。他不追求别人的肯定，也不在意别人的步伐。他拥有的不是更多资产，而是更少烦恼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富有。老年最常出现的一种幻觉，是以为再努力一点就能更安全。但事实上，安全不是努力换来的，而是看你能否停止与自己对抗。越努力控制世界的人，晚年越焦虑；越愿意放下控制的人，晚年越安稳。有位退休老师曾对我说，查理，我怕钱不够。我问他，你真正害怕的是钱不够，还是人生没方向？他听完后沉默了很久。许多老人害怕的不是贫穷，而是不知道该怎么活。当人生没有节奏，没有界限，没有安定的习惯，你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安全感。所以我常建议老年人把生活变得明确、可控、有序，你的心就会自然安静。安静就是最便宜也最有效的安全感。我晚年最大的体悟之一，就是心越轻财越稳，心越乱财越散。想让积蓄撑得久，靠的不是高超的技巧，而是稳定的心。心稳了，选择就不会乱，选择不乱，风险就不会失控，风险不失控，你就能安稳到最后。许多老人以为自己在管理财富，其实是在被情绪牵住鼻子走。他们担心市场，担心通膨，担心医疗，担心子女，担心未来。但心得越多，头脑越乱，判断越差，判断越差，决策越危险，而决策危险会让积蓄变得脆弱。这是我在一生中看过无数次的悲剧。你想知道什么是老年真正该守住的3样珍宝吗？不是金钱，不是房子，也不是股票，而是安稳的节奏，简单的生活，干净的心。安稳的节奏能抵抗未知，简单的生活能降低风险，干净的心能免于欲望的操控。这3样东西彼此呼应，你越简单越能安稳，你越安稳心越干净，心越干净你越不会做出破坏性的决策。这就是老年财务的真正核心，不是追求更多，而是避免少掉；不是追求刺激，而是坚守稳定；不是追求胜利，而是不被淘汰。老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老了还像个年轻人那样冲动贪心。老年应该像秋天，收拾、整理、沉淀、放慢，不是像夏天那样狂热，也不是像春天那样急着生长。你给自己越多空间，积蓄就越能陪你走更长的路。在人生的后半段，我越来越相信一个简单却常被忽略的真理：细细，老年不是用来追逐的，而是用来守住的。
你年轻时用力往外跑，跑向机会，跑向未来，跑向野心。但60岁以后，你必须学会往内走，走向平静，走向节制，走向真正的自我。我常说，人生前半场是扩张，人生后半场是收缩。前半场讲的是我要什么，后半场讲的是我不需要什么。这两个问题看似相反，实则决定了你整个人生的方向。前半场回答错了，你会辛苦；后半场回答错了，你会痛苦。而我见过太多人，在晚年仍旧忙着增加，却不懂得如何减少。增加事情，增加投资，增加关系，增加风险。但真正让人心安的是减少，减少负担，减少诱惑，减少比较，减少错误。我曾遇到一位78岁的老人，他退休前是公司的高阶主管，习惯指挥，习惯速度，习惯掌控。退休后，他进入市场，把投资当成新的战场。他每天盯着市场价格，像盯着作战地图。他说，那让他觉得自己还在参与世界。但我看见的是他的恐惧在主导一切。他对每一个波动都敏感，对每一个消息都焦虑，对每一次亏损都过度反应。他不是在投资，他是在重复年轻时的模式，用忙碌填补不安，用行动掩饰恐惧。最终，他因为几次冲动而亏损大量积蓄。那天，他坐在我面前，像个失去盔甲的战士。他问我：“查理，我明明懂得那么多，怎么老了反而更容易犯错？”我告诉他：“因为你忘记了，老年需要的是慢，而不是多。人到晚年，身体变慢，心变脆弱，生命变有限。这不是缺点，而是提醒，提醒你减速，提醒你收敛。”提醒你重新看见那些你曾忽视的底层规律。我常对老人说，你现在的任务不是比谁做得多，而是比谁活得稳。稳是一种能力，稳需要你看懂4种力量。第一种力量是时间，它不再无限，它不再可浪费。你越珍惜，它越温柔；你越轻忽，它越残酷。第二种力量是风险，年轻时风险是挑战，老了风险是威胁。你不能再莽撞，因为你的退路变少了。第三种力量是习惯，老年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，而是你多年累积下来的习惯。若你习惯冲动，那冲动会在晚年变成灾难；若你习惯节制，那节制会在晚年变成祝福。第4种力量是心态。年轻人靠速度活着，老年人靠心态活着。心若乱，一切皆乱。我遇过一位老人，他一生节俭、可靠、认真，退休金足够安稳生活。但他有一个弱点，许他害怕无聊。退休后，他嫌生活没有味道，于是开始到处寻找刺激。刺激让他的心跳快了，也让他的判断慢了。他投资复杂的商品，加入陌生的群组，追逐毫无根据的建议。他说他只是找点活力，但当我看着他，我知道那不是活力，那是逃避。逃避什么？逃避面对那些他从未真正解决过的空洞。很多老人不是被市场击倒，而是被自己的空虚击倒。他们希望投资填满空白，希望金钱带来存在感，希望报酬弥平寂寞，但这些愿望全都在向错的方向要答案。市场不会治愈你，市场只会放大你。我活到这个年纪才明白，老年最大的风险不是破产，而是心累。心累的人会做出错误的选择，心累的人会在不需要冒险的地方冒险，心累的人会把短期波动当成永久威胁。心累的人最终会输掉本来够用的一切。而什么能让心变累？太多的事，太多的想法，太多的资讯，太多的比较。所以你越老越要确保自己少看新闻，
少定价格，少听谣言，少参与不属于你的战场。你不是世界的竞争者，你是自己余生的守护者。我常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60岁后的投资就像走下山，下山不是比谁跳得快，而是比谁踩得稳。该避的石头要避，该缓的步伐要缓。你的任务不是冲刺，而是安全抵达。人生下半场，你真正的敌人不是市场，而是摔倒。一次摔倒可以让你前半生所有努力化为乌有，而你越老代价越重。所以我常说，老年人最明智的策略不是寻找胜利，而是防止失败。当你理解这句话，你就会自然地选择更简单的生活方式，做更温和的投资决策，对诱惑保持距离，对稳定保持尊重，对自己保持慈悲。你若能做到这些，你的积蓄不但能撑到老，你的心也会跟着变得柔软而踏实。而这重踏实感才是老年最珍贵、最难得、最无法从市场上购买的安全原则。当你走到人生的后半段，你会忽然发现，自己一生所追求的许多东西，其实都比你想象的轻。那些名声，那些比较，那些输赢，那些竞争，到最后都像风吹过湖面，只留下些许波纹，却不会改变湖水真正的深度。反而是那些看似平凡的事情稀奇，一顿踏实的饭，一夜好眠，一段安静的午后，一个理解你的人稀奇，他们才是晚年真正的奢侈品。可是可惜的是，许多人到了60岁以后，反而更难拥有这些简单。他们依然急，依然怕，依然比较，依然抓住一些本该放手的事情。这些情绪若不处理，就会渗进他们所有的判断里，影响他们的生活、健康，甚至积蓄。我常说，老年的财务危机不是从投资开始的，而是从情绪开始的。老年情绪失控的人做出的决策往往不是理性的，而是补偿性的。补偿什么？补偿年轻时的遗憾，补偿中年的压力，补偿晚年的孤独。他们拿钱去补一个无法用钱填补的洞，而这是最危险的财务行为。我遇过一位老先生，他70岁那年失去了太太，孩子们都在不同城市工作，他的生活突然变得空洞。他开始每天盯着市场，不是因为他喜欢投资，而是因为投资能填补寂寞。他告诉我，看着数字上下跳动，至少我觉得自己还活着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有些酸，因为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老人不是不懂投资，而是太懂孤独。但孤独不是市场能治愈的，用市场对抗孤独，只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。我对他说，别把投资当成生命的支柱，它承受不住你的重量。他听不太懂，但几年后他终于明白了。那时他因为一次错误的判断失去大笔积蓄，那瞬间他才真正感觉到自己不是在投资，而是在寻找陪伴。情绪的空洞是任何投资策略都无法填补的。60岁以后，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我该买什么，而是我在逃避什么。逃避寂寞，逃避无聊，逃避老化，逃避不被需要，还是逃避承认自己的人生已进入另一个阶段。如果你逃避的是情绪，那你做什么决策都不会稳定，因为你不是基于逻辑行动，而是基于匮乏行动。匮乏激发贪婪，贪婪激发冒险，冒险激发后悔，后悔激发更大的匮乏。这就是许多老人财务崩盘的循环。我在99岁时终于理解，人生后半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管理自己的能量，而不是金钱。你的情绪能否安稳，决定你是否会犯致命的错误。你的注意力能否专注，决定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。你的心能否柔软，
决定你是否能接受人生的有限。你的能量能否集中，决定你是否有能力照顾自己。老年的智慧不是多做，而是善做；不是加法，而是减法；不是硬撑，而是柔软；不是追逐，而是守住。我曾遇过一位老朋友，他80岁仍然想再判一次。他说：查理，我还能活20年，我要做点大的事情。我问他，你这句话是心里真的想要，还是被不甘心推着走？他想了一面，惠而苦笑说，可能是后者。我说，如果你的一生需要靠最实的爆发来证明，那你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成了负担。许多老人误以为停止追逐是一种失败，但我活得够久，知道真相完全相反。停止追逐是你真正开始活的时刻，因为你不再被潮流牵住走，你不再被比较绑住走，你不再被自己的欲望推住走。那时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才真正属于你。我看过太多老人，他们以为财富能保证安全，其实不是。真正的安全是来自你心中那份平静。平静的人不会乱投资，平静的人不会急着追高，平静的人不会把别人的成功当成自己的威胁，平静的人不会因为孤独而做出危险选择。平静不是人生给你的，而是你从纷乱中一点一点拿回来的。你让自己的生活越简单，心就越容易安静。你让自己的心越安静，人生就越难动摇你。而这就是晚年最伟大的安全原则。安全不是来自拥有更多，而是来自需要更少。安全不是来自跑得快，而是来自站得稳。安全不是来自远方，而是来自内心。当你的内心比市场更平稳，你的积蓄才真正安全。当你的生活比世界更简单，你的岁月才真正安稳。走到我这个年纪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人一生真正能带走的东西少得可怜。名声带不走，地位带不走，金钱更带不走，能留下的只是几个你在深夜里仍能安然想起的时刻，以及那些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没放弃的原则。我活了99年，最后终于明白，人生所有的重要时刻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：你能不能在这个世界越吵越烦越混乱的时候，仍然保护好自己。保护什么？保护你的心，保护你的节奏，保护你的理性，保护你的积蓄。而这四者本质上其实是一件事：心若稳，节奏便不乱；节奏不乱，判断变清晰；判断清晰，继续变长久。人老了，不是输给世界，而是输给心的疲惫。继续耗尽，不是因为收入不够，而是因为判断失准。我看过无数人在年轻时用尽力气往上爬，但到了晚年，却在最不该跌倒的地方跌倒。不是因为市场，而是因为心态；不是因为风险，而是因为自己把剩下的路走得太急。所以我想告诉每一位走到人生后半场的人，真正能保护你的不是世界，而是你的节奏。我常被问到，查理，你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总是回答，我很早就明白，我不需要赢得所有人，也不需要抓住所有机会。人如果能早点看清这一点，他就能省下无数的痛苦。我一生中拒绝过的机会比我接受过的还多，我避开的错误比我抓住的成功还重要。这看似保守，其实是智慧，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人生的胜负不是看你能赢多少，而是看你能否在最关键的地方不输。老年最该追求的不是荣耀，而是完整；不是速度，而是确定感；不是冒险，而是足够长久的安全。真正的成功不是你站得多高，而是你跌倒时能否不碎掉。我曾在某个傍晚散步时，看着太阳缓缓落下，
突然生出一个非常柔软的念头：原来人到最后最想要的不是更多，而是更少。更少的担忧，更少的混乱，更少的比较，更少的欲望。那些你以为少了会不安的东西，反而会在老年成为你最大的负累。那些你以为多了会幸福的东西，反而会让你的晚年变得沉重。我常说，简单不是退缩，而是人生足够长以后才看得懂的事。你越能接受简单，你的世界就越干净，世界越干净，你的心就越容易安静，心越安静，你越不会犯错，而不犯错就是老年最可靠的安全。我想把我最后的建议送给每一位走在60岁、70岁道路上的朋友，不是给你变富的方法，不是给你赢市场的秘诀，而是给你守住余生的方式。记住以下这些话，不是因为他们深奥，而是因为他们真实。第一，永远不要急，机智会让你看不见危险。第二，远离你不懂的事情，不懂却自信是灾难的开始。第三，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，你的价值不再来自输赢。第四，保持节制，节制让你留在游戏里，而不是被扫出去。第五，简单一点，再简单一点，简单是你晚年真正的防护罩。第六，给自己留缓冲，留现金，留时间，留余地，余地就是安全。第七，最重要的是让心安静，心安人就稳，心稳钱财稳。这7件事看似平凡，却是我花了一生才学会的。我知道对许多人而言，老去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，但我活到了这个年纪，反而越来越觉得老去是人生的礼物。老去让你慢下来，看清楚那些被时间筛选后仍然值得珍惜的事物。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不会因为市场涨跌而改变，也不会因为你赚得多或少而有不同。他们是你身边的人，你心里的安稳，你还能笑的能力，以及你在风雨过后仍能保持清醒的力量。只要你守住这些，你就没有输。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，我每天早晨醒来，仍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还能做什么，让今天成为一个不后悔的日子？答案永远很简单：保持理性，保持节制，保持安静。如果你能做到这3件事，你的积蓄就撑得住你的晚年，而你的晚年也才撑得住你的尊严。我始终相信，人生最后的胜利不是财富，而是心的平静。愿你在剩余的岁月里不急不躁，不慌不乱，不被世界推着跑，也不被恐惧带着走。愿你以足够的清醒过每一天，以足够的余地守住未来，以足够的简单保护生命的柔软。这就是我能给你的最后一个安全原则，也是我活了一辈子才真正明白的事。